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色魔频道。刚才前面分享的那个画面都是使用富士 35mm f1.4 的镜头，搭配 SS10 这台相机，然后都是自动对焦 AFC 模式来拍摄。大家觉得这支镜头的对焦表现是如何？看起来好像还不错。这支 35mm f1.4 算是富士的第一支 X 镜头，我是很喜欢这支镜头拍出来的感觉。拍出来的画质都很讨喜，只是有一个小小的缺点，对焦的马达会比较潮一点，然后对比富士的 35mm f2， 对焦也相对的比较慢一点。不过这几年富士相机的对焦系统一直在提升，对焦越做越好，也一直提供分位 update。富士在售后服务这一方面真的做得很周到。今天这个视频是要重新探讨这支 XF35mm f1.4 的镜头。它配像目前富士的 SS10 这台相机，在对焦速度这一方面，它的表现会是如何？这就是今天要聊的事情。目前富士 APS-C 的对焦系统，比起当年刚推出 X-Pro One 的时候，性能已经大大的提升。这就是为何我会做这个评测视频，看看这支 35mm f1.4 在比较新的对焦系统之下，会有什么样的表现。大家可以看看这几个测试画面。在拍照的时候 ，35mm f1.4 的表现，对焦速度还算可以接受，至少对焦不会一直出现拉风箱的现象。对比其他镜头，它不会算很快，不过已经表现得很不错。配合 SS10 的 Subject Tracking 都能够的锁住目标，追踪到底。脸部及眼睛对焦也发挥得相当的满意。其实这支镜头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对焦马达的声音会比较大声，这声音反而会让我觉得好像会对不到焦的感觉，但它确实是对到焦的。至于在拍摄视频，如果使用自动对焦，就要特别的注意，使用单一区域 Single Area Focusing 的对焦，把对焦框放在主体的范围，然后使用 AFC 模式，这支镜头还算发挥得不错，会有少许的拉风箱的现象，不过还是可以接受的，至少对焦可以锁住目标。如果使用 Multi-Area Focusing， 对焦也会稍微拉风箱的现象，不建议在低光源或者对比度比较低的主体之下使用自动对焦，那么拉风箱的现象就会更加的明显。如果要求完美的对焦，手动对焦或许会比较适合。相对其他富士的 Linear Mode 的镜头，自动对焦是会比较慢，所以在拍摄视频就要多加注意对焦的准确性。依照我的测试，还是使用单一区域的对焦来拍摄视频，对上焦的几率会比较高。35mm f1.4 所拍摄出来的照片，在 f1.4 照片是有相当好的锐度。只是边角就必须缩小2-3级的光圈，才能达到满意的锐度。是一支没有畸变的镜头，不必做什么修正都可以。边缘视光也不明显，不过有紫边的问题，只要缩小1-2级光圈，这些问题都完全可以解决。全景深的效果是见仁见智，我是觉得虚化效果是相当的柔美。
前在二手市场很容易找到这支镜头，建议可以买来玩玩。我是最近在做富士相机测试的期间，无意中又喜欢上这支 F1.4， 我已经好多年没去使用它。最后一次使用这支镜头是在2014年，那时候是配 XT1 那台相机。过后我都是使用 35mm f2.WR 那支镜头。不过当我重新用在 SS10 这台相机上，体验上与多年前的时候有点不一样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分享，也欢迎大家留言来分享对这支 35mm f1.4 镜头的体验。如果你是富士粉丝，应该都会喜欢这支镜头，搭配像 SS10 的相机，将会是我一直想带出门的组合。算一算，这支镜头已经推出至少10年了，富士应该是时候更新这支镜头，希望体积重量可以保持，光圈也可以保持在 f1.4， 最重要是把对焦马达提升，像那支刚推出的 18mm f1.4， 对焦速度快又安静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期待富士更新这支镜头。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此为止，你已经中毒，让我帮你解毒，我们下次再见。